2025年的娱乐卷本已风平浪静，但没人料到，一段只有短短10几秒的幕后花絮，却让肖战再次回到舆论的最高点。那天，他正在锦州片场赶戏，天气闷热，行程紧凑，可就在所有工作人员都忙得脚不沾地时，肖战突然在角落里注意到一排共享单车道的乱七八糟。这原本只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，但对肖战来说，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别让别人麻烦。于是，他放下道具，微微弯腰，试图把单车一辆一辆扶好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他伸出手扶住第一辆车的瞬间，哗啦一声，整排自行车竟像骨牌一样全部塌向他，画面滑稽到让在场的工作人员瞬间愣住。而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，肖战本人也愣住了。他盯着那排惨烈倒下的单车，眉眼里写满了震惊与无辜，嘴里还冒出一句带着浓厚东方腔调的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嘞？那一刻，他不是巨星，不是国际代言人，不是万人瞩目的顶流，他只是一个想帮忙却越帮越忙的小朋友。可也正是这一幕，让数千万网友瞬间心软。原来善良真的不会输。肖战的笨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意外。网络评论在数小时内突破100万，热度指数暴涨到国内外趋势榜第1。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只是一段扶车的小插曲，却能造成全球范围的讨论？原因并不复杂，因为在这个时代，真诚已经变得比钻石还稀缺。而肖战恰恰拥有一种天然的、无法伪装的真诚感。当那排车倒下时，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明星式的警惕，没有糟糕，又要被拍了的不耐烦，没有路人看到会不会误会我的担忧，只有震惊、无措、善意被误伤后的小委屈。那份情绪纯到像小孩摔坏了别人家的玩具，还急着想把它修回来。于是他蹲下来，一辆一辆一辆地重新摆回整齐的样子，没有抱怨，没摆架子，更没有因为尴尬而逃开。他甚至还轻轻拍了拍一辆车的座椅，像在安慰一个被他无心推倒的孩子。这就是肖战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他永远先想着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解释自己。于是网友们说，他不是在扶车，他是在扶好这个时代的秩序感。他的温柔不喧哗，却比任何风景都亮眼。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可爱反差效应。当一个优秀、专业、形象完美的人突然展示出有点小笨拙、完全不藏着掖着的真实瞬间，人们会迅速产生亲近感。肖战过去太优秀、太稳重、太完美，所以当他露出这种无害的小失误时，效果几乎是核弹级别的。一种极强的代入感冲击着每一个观看视频的人。他跟我们一样，会犯错，会尴尬，会笨手笨脚。但同时，大家又看到，他会努力补救，会坚持把事情做好，会坚持善意到底。于是，这场小事故反而变成了大温暖。评论区越滚越热。我也想要他这么笨拙地帮我一次。这比任何宣传视频都真实100倍。国家宝藏级别的善意男孩。视频火爆后，一条评论获得了几十万点赞。肖战狠狠地打破了东西方审美的隔阂。这句话并非夸张。从日本到马来西亚，从泰国到西方国家，都有人疯狂二创。他们被什么吸引？不是浓妆艳抹，不是用力摆拍，而是东方男性最温柔、最自然、最不张扬的一面。他的动作轻，声音柔，神态诚恳。加上那一点点做什么都太用力、太认真的笨拙，恰好正是东亚男生迷人却常被忽视的特质。有人说，他不是粉碎了审美壁垒，他是温柔地把世界托在手心里，让大家看见我们文化里最细腻的光芒。甚至有美国美容博主分析，肖战的气质是一种柔性力量，不攻击，不压迫，但让人无法拒绝。于是视频从国内微博传到小红书、抖音，最终在全面爆开。这或许是2025年最不可思议的一幕。视频火到海外后，恰逢新加坡国庆庆典。
本来全城都在热烈庆祝，结果直播弹幕区里出现了一半以上是来自亚洲各国的粉丝。我要看那个扶单车的男孩，把肖战请来国庆舞台吧。新加坡烟花很美，但肖战更让我心跳加速。是的，这就是肖战影响力的可怕之处。一个无心的善意，就足以让原本属于国家级庆典的热度，被他轻松分走一大半。当地新闻甚至调侃：你以为我们国庆太热闹？不，是那位中国演员太火了。肖战一直被称为内心最干净的顶流，不是因为他没有经历风雨，而是因为他经历过，却依旧选择温柔。他可以轻松置身于巨大的商业成功、流量狂潮、全球粉丝的爱意里，但他依旧能为一排倒下的单车弯腰。这种原始善良才是稀缺品，也是为什么网友说，他不是笨拙，他是在用不完美，让我们看到一种更高级的美。他不是顶流，他是会发光的人类杰作。娱乐圈不缺帅哥，也不缺热点，但为什么偏偏是肖战？因为他恰好拥有3种超稀有特质：自带真诚气场，不会伪装，不做作，不表演；善意行动力强，看到问题马上弯腰解决；内心温暖又克制，不喧哗，不博取同情，不利用善意营销。正是这种干净的力量，让他的每一个简单举动都变得特别。甚至有人总结，肖战不是在扶车，他是在给世界递上一杯温水。片场工作人员后来透露，其实肖战每天都会做很多小事，只是我们没有录下来。比如，帮忙把别人打翻的矿泉水捡起来，主动扶起老工作人员的小马扎，拿自己的伞盖住别人。每天最早到现场，却从不张扬。但扶车这件事之所以爆火，是因为他笨拙到极致，也温暖到极致。这不是刻意的善，而是自然的善。这次事件虽然只是一个瞬间，但它再次证明了，肖战的影响力从不依赖流量，而是依赖气质本身。时代越浮躁，人们越渴望真实的人，而他恰好就是这种稀缺存在。他的美不是外表的美，而是一种干净的无法替代的存在感。世界会记住他的脸，但更会记住他的温度。肖战从未说过自己是好人，但世界却因为他的一次笨拙善举而变得更加柔软。或许这就是善良的真正意义。他不需要宏大的宣告，只需要在最普通的瞬间，用最简单的动作，温柔地照亮别人。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主宰话语权的时代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，足以改变明星与公众、品牌与受众之间的博弈规则。肖战这次扶单车的片段，不只是一次网络走红那么简单，它揭示了一个新常态，公众更加渴求真实性而非精心包装的完成品。品牌方和经纪团队需要重新审视危机公关和形象管理的边界。当一个明星的真实行为比任何广告都更具穿透力，商业合作的策略也必须从单纯的流量转化为情感连接。简单来说，品牌不再只是找颜值与曝光，而是寻找能触动用户内心的温度点。同时，事件也改变了舆论生态，媒体从放大缺点的机器，变成了捕捉温暖瞬间的放大镜。曾经那些会被视为尴尬的失误，现在可能成为人格资产。但这并非没有风险，真实一旦被包装或刻意制造，就会失去信任价值。因此，真正难能可贵的不是制造话题，而是在不经意间释放出真实的善良。对于肖战本人与其团队而言，下一步是如何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，管理日益膨胀的跨国粉丝期待、商业邀约以及公众视线下的私人空间。这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，能把瞬时流量转化为长期信任与品牌价值，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最后，这次事件也给整个行业上了一课，时代奖励那些敢于示弱、敢于展现人性光辉的艺术家，而非永远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。